这是暗藏在首尔的地下赌场，摄像头无死角覆盖每个角落，赌徒们各坐两边，纷纷押出手中的筹码。这个男人更加疯狂，居然押上了自己全部的资产。朋友阻止他，还是一脸自信，下一秒他果然1亿变2亿。男主名叫高尼，2年前他还是个外卖员，这一天送完外卖就被客户的牌桌吸引，本来就是打算就看一看，但是自己还是没经得住诱惑加入其中。但现实往往很残酷，他瞬间输掉了打工3年的存款。那一刻他觉得自己一无所有，没有心思再继续工作。但这一天姐姐拿着离婚赔偿回家，高尼想着这笔巨款心不在焉，他纠结地拿头撞着柜门，嘴里说着不能这么做。看着镜中的自己，他已经失去理智，并且发誓如果将这笔钱也输了，他就去自杀。开局前，一个神秘人告诉他，一旦拿到对8就加注。高尼半信半疑，但是当他真的拿到对8时，兴奋地押上了全部身家。结果下家冒戏一对酒，让他如5雷轰顶。等到他清醒认识到这是一场骗局时，下家已经带着钱远走高飞。高尼没有选择自杀，他花了6个月在全国各地寻找茂熙。半年后，在一家赌场内，高尼因出老千被赶了出去，但很快他又提着刀闯了回来，嚣张地往口袋里装桌上的钞票。这一幕刚好被放贷的平先生看在眼里，觉得这个小伙子勇气可嘉，赌场你都敢抢，用钱帮他摆平了一切后离开。高尼忙着拿钱，问赌场老板，这个人这么大方，是你老板吗？老板嘲笑他孤陋寡闻，告诉他这个人是世界上最厉害的老千。高尼找到平先生的住处，想要拜他为师，对方却只是看了看他的手相，劝他不要玩花图，否则会因此丧命，然后关门谢绝。高尼就在平先生家门口睡了1晚，才得到一句提示：赌博的首要原则就是将自己变成野兽。为了让自己变成野兽，高尼天天去找人打架，但是总是打输。平先生原本以为他坚持不了1周，没想到高尼学聪明了，在肚子上藏了一块钢板。这一次不仅打败了对手，还用坚持打动了平先生，答应收他为徒。平先生教授的第一招就是手速，他将自己称为玩花牌的艺术家，手法快到让高尼瞠目结舌。苦练花图的手法终于成功时，高尼高兴的手舞足蹈，师徒俩的相处形如父子般亲密。直到1年后，平先生才开始云游四海，顺便让他见识一下世界各地的赌术。在去釜山前，高尼向平先生许诺，赚够5倍姐姐的赡养费就停手，如果到时候还不肯罢手，就砍下自己的手指。到了釜山，高尼见到了赌花郑女士。郑女士雇平先生为枪手，一起对付一位钱多技精的将军。平先生推出高尼出战，他们事先对好暗号，揉鼻子就是不跟，碰嘴唇就是加注，揉揉肩膀就是露出内裤。到了赌局当天，技术精湛的将军被赌花群体的风光分了神，输光了所有现金后，不得不拿出自己珍藏的左轮手枪作为抵押。平先生对手枪并不感兴趣，摸摸鼻子表示不跟，但是郑女士似乎很喜欢。色字当前，高尼忽略了师傅的意见，接受了将军的手枪。平先生这才明白眼前这个女人的厉害，才1天的时间就将高尼收入囊中。不仅如此，将军信任的保镖也是他的卧底。从将军家出来，平先生直接扇了赌花1个耳光，气愤地将手枪扔进池塘，带着高尼回家。上火车前，平先生递给高尼腰间的匕首，笃定他不会就此收手，要求他剁掉手指。刀刃都已经陷入肉中了，高尼就是狠不下心。刚刚上完厕所的墨镜男走出来，看到他这种玩花牌切手指的人习以为常，告诉他自己是不可能切掉的，以后反正会有人帮你切，这大概就是赌徒的本性，没有一个能自己收手的。高尼还是怂了，他向平先生解释以后要靠这双手工作，暂时留住了双手。隔壁车厢，墨镜男也准备上车，看到平先生后打了个招呼，原来这个男人就是阿鬼。
平先生拿上了自己的行李，劝诫高妮，郑女士是一把美丽的刀，挥舞它的时候要额外小心。另外说出最后一条原则，生活里没有真正的朋友，就像没有真正的敌人一样。说完独自乘坐火车离开。重获自由的高妮第一时间投奔郑女士的怀抱，过着纸醉金迷、美女在怀的生活。跟着郑女士，高妮有做不完的赌局。嚣张时，高妮甚至潜入美国陆军基地找对手。在郑女士的布局下，他们赚得盆满钵满。这一天，他们的目标是一名教授，他的赌资是儿子的住院费。牌桌上，教授几个回合没拿过大牌，最后一把拿到1对5，信心倍增，直接梭哈，下家1对9，就让他输个精光。高妮有点过意不去，拿出自己那部分赌资交到教授手中，警告他快点离开，却不想对方又带着钱回到了赌桌。果然呢，赌博就像毒品，没有那么容易清醒。高妮也恨铁不成钢，但是一通电话让他呆滞在原地。他来到医院，看到平先生冰冷的尸体和已经残缺的右手，当即断定这肯定是阿鬼干的，因为那天他们上了同一辆火车。高妮想要找阿鬼算账，却遭到郑女士的百般阻挠。郑女士看到已经疯狂的高妮也慌了，她第一次觉得自己可能也留不住这个男人。为了缓和高妮的情绪，郑女士找来私家侦探调查阿鬼的行踪，目的就是不耽误晚上的一场赌局。这次的目标是一个聒噪小眼睛男人高光烈。高光烈其实也有点赌博的技术，但是远不如高妮那么熟练。赌得正火热时，警察突袭赌场。高光烈收拾好桌上的钱，跟着高妮一起从窗户爬上了顶楼逃窜。高光烈提出和高妮一起搭伙赌钱，一开始高妮表示不屑，但是想起来这样有可能遇到阿鬼，于是答应了他的请求，特意开始引阿鬼出现。他们来到一间地下赌场，高妮一掷千金，压下全部身家，凭运气赚到了2个亿。他们高调的赢钱惊动了赌场郭老板，郭老板叫来手下，想要高妮跟他单独赌一把，却不巧见到了高妮找了半年的茂熙，对方却只觉得高妮眼熟，记不得他是谁了，那新仇旧账要一起算。高妮故意让茂熙赢了6局，正在得意洋洋的时候，茂熙翻了一下自己的上衣口袋，高妮抓住了这个把柄，一个翻身将手中藏着的花牌放进了茂熙的口袋中，然后贼喊捉贼的抓住他的把柄，说他出老千。高妮从背后抽出一把砍刀，就要对着茂熙的手砍下去，对讲机里却传来警察突袭的消息。高妮与郭老板约好2周后再战，跟着赌场工作人员的指引从后门离开。高妮和高光烈躲到一间咖啡厅，在这里认识了老板娘华兰和世兰。高妮被华兰的美丽吸引，而高光烈也被华兰的闺蜜石兰看中。此时郑女士已经出狱后的她马上物色了一个新的猎物。那咖啡厅请求高妮帮忙，但高妮表示自己并不缺钱。郑女士不是纠缠不清的女人，她知道高妮习惯将钱藏在汽车后备箱，派人直接偷走后，高妮即刻陷入了缺钱的境地。没有了钱，更让高妮发愁的是和郭老板的赌约没有筹码。高妮想到了郭老板的手下茂熙，在答应事成之后给他2成的酬金。赌局当天，高妮故意打开干扰设备，阻止了郭老板的接听，又无意间打翻了郭老板下了毒的咖啡，带来的筹码只有上面1层是好好的，底下全是白纸。好在茂熙只是随意翻看了一叠，蒙混过关，成功空手套白狼的赢得了对方5亿的资金。事成之后，他们在地下通道等候茂熙分赃。一个醉酒的男人让高妮心慌，却不想真正的凶手是身后看上去最不可能的滑板少年。高妮被他用匕首刺伤了腹部，倒在地上昏死过去。高老板来到华兰的咖啡厅，将华兰和世兰抓走，躲在厕所的高光烈躲过一劫。再次醒来，高妮已在一个密闭的空间，他点火观察，发现旁边就是茂熙的尸体。慌乱中，他逃出了箱子，下一秒处理垃圾的机械臂直接将装着茂熙的铁箱压得稀碎。高妮检查了自己的伤情，还好2摞绑在腰间的钞票救了他一命，伤口不至于很深。他主动找到郭老板，
主动提出给他打工2年，要求就是放了华兰和世兰2个女人。野兽怎么可能这么轻易就被驯服？坐在车上，高尼掏出扳手敲晕了司机，随后对后座的郭老板展开袭击，在2人的打斗中，车辆翻滚下了山坡，郭老板当场身亡。而这边郑女士找不到高尼，只好让高光烈代替她上场。好在猎物的牌技并不高深，几局下来就输光了本金。郑女士假意借钱给他，每次故意只借一半，男人输了钱再借，郑女士就派人拿剩下的一半给他。而赢来的钱全部被送往了郑女士的办公室。就这样，猎物借着自己的钱输光了20亿的本金。郑女士假意劝他不要继续，背后告诉他用房产贷款50亿继续赌，所有的钱都将流入他的账户。在郭老板的葬礼上，阿鬼终于出现，他找到郑女士，要求与高尼赌一场，否则就要将他骗钱的事情登报。高光烈并不认识这个男人，第一把就偷偷的在手心藏牌，被阿鬼一把抓住肩膀，直接一刀扎入手臂，亮出他手心藏着的花牌。按照他的规矩，当场让人用铁锤砸碎了他的右手。高光烈右手被废的消息传到了高尼耳中，他买了一张往返票，出发前往了釜山。郑女士虽然知道高尼这次去就是送死，但是迟迟没能说出口，只是押上了自己全部的资金作为赌注。最后一局在船上进行，高光烈看到高尼出现，不断劝他快走，但是现在到了为平先生报仇的时候，甚至约定用右手作为今晚的筹码。高尼在阿鬼面前不敢随便出千，在输了一局后，高尼变得保守起来，一连几局全部选择不跟。轮到高尼洗牌时，他念起平先生的咒语，阿鬼这才想起来高尼就是火车站那个切指头的人。他问起平先生的近况，赌花告诉他平先生右手被人砍掉，从火车上推下来摔死的。高尼听到这个答案有点诧异。最后一局，他故意将下面的牌发给阿鬼和赌花，又从上面发了一张给赌花。这样基础的破绽，虽然他手速快，还是被阿鬼抓住。他翻开自己的牌，指出高尼给了自己1对9，又准备给赌花1对9，以此博个平局。高尼眼含笑意，抄起杯子盖住花牌，与他对赌。就这最后一局，如果赌花的牌不是对9，阿鬼就要为他的失误付出代价。阿鬼信心十足地掀开赌花的牌，竟然是一张樱花。最终他还是输给了自己的自负，嘴里不断念叨着怎么会是樱花，被手下一锤砸碎了右手。牌局结束，高尼照旧只拿了自己的一半。随后他开始逼问郑女士，只有他一个人去看过平先生的尸体，为什么他会知道被砍的是右手？只有一种可能，杀害师傅的不是阿鬼，而是他。临走前，高尼在钞票上淋了一瓶汽油，一把火烧毁了郑女士的希望。随后带着高光烈迅速离开。郑女士来不及扑灭钞票上的火，没有了高尼，她一无所有。她抢下手下的枪，冲到甲板上，对着高尼开枪。但是高尼头也不回地带着高光烈去了医院，而不远处渐进的警车就是他的结局。高尼在医院告别了高光烈，踏上寻妻的火车，却在火车上遇到为郭老板报仇的心腹，没有防备的被对方一刀捅入腹部。他用最后的力气将对方摔下火车，自己也被挂在火车门外，凭借书包相连，但是书包承受不了他的重量，撕裂开来，里面的钞票全部飞了出来。高尼突然想起来2年前他第一次赌博时的一无所有，他微微一笑，放了手。几天后，郑女士被警方叫来认尸，她确认眼前这具尸体就是高尼，但是画面定格在尸体的手臂纹身上，明显这个人不是高尼，真正的高尼已经前往拉斯维加斯，在那里也许会有属于他全新的精彩。